如果说恒大的债务雷电已经烧焦了整片天空，那么如今碧桂园的债务炸弹也即将在港股上空引爆，威力不输给恒大。2月28日，作为港股上一家宇宙级房企，碧桂园突然发布紧急公告称，收到了债权人 Evercredit Limited 提起的清盘呈请。这无疑是一颗惊天雷电，直接轰向了碧桂园。清盘危机骤然到来，碧桂园股价当日大跌超过 12%， 投资者们纷纷用脚投票，估值蒸发100亿港元。与恒大去年的遭遇如出一辙，许家印被蚕食也是从清盘危机开始的。当初恒大还坚称个别债权人提出清盘只是常见，结果却是雪上加霜，引发全面危机。此时此刻，碧桂园的清盘风暴也让人不得不联想，难道它将重演恒大的覆辙？如果单就恒大和碧桂园过去1年的遭遇谈，大概只有电影里才找得到这样的剧情。一时间，中国地产界3驾马车里，恒大被端，万达被对赌，碧桂园也在风口浪尖上左右为难。其中恒大现状最惨，许家印已在看守所中过了第1个年，而此时此刻，他的前妻丁玉梅还在纠缠要他的小儿子还钱，简直有失人伦。碧桂园现在也好不到哪去，面临单一债权人 Evercredit Limited 的清盘炸弹，他脆弱的基础难以抵御。记得2019年的时候，碧桂园还是地产界的救世主，以短短17年时间冲到500强榜单第132名，身价超过了万达集团，成为中国最牛地产商之一。那时候，碧桂园老板杨国强还信心满满宣称10年内必超越万科，跃居地产榜首。结果没过几年，他的女儿杨惠妍接手公司后，碧桂园就开始出现烂账、违约事件，步入一个又一个危机之中。如今这个清盘呈请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要将碧桂园逼上绝路？造成这场清盘危机的幕后推手是一个叫 Evercredit Limited 的境外债权人，而这个债权人的母公司则是一个在港交所也上市的大公司建滔集团。原来建滔集团之前就曾与碧桂园有过金钱往来，但碧桂园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按时归还约16亿港元的欠款，这直接导致建滔集团在2月19日发布了盈利预警公告，声称碧桂园的债务拖累了他们的整体业绩。一个曾经500强的地产巨头，竟然因为欠债不还，拖累了其他公司的发展，这在当今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了。记得恒大集团欠了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大量债务后，也差点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瘫痪。和恒大一样，碧桂园的烂账也早有预兆。据记者调查，碧桂园去年就有2笔美元债没有按时支付票息，导致其生意往来的49家上市公司股价全线下挫，处于群恐慌之中。这无疑是杨惠妍接手后管理混乱的一个注脚。在建滔集团看来，碧桂园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否则自己也有可能深陷其中。于是建滔集团毅然决定通过 Evercredit Limited 这家子公司向法院提起清盘呈请，逼迫碧桂园马上还清所有欠款。这一招果然奏效，碧桂园在4秒内就发布了紧急公告，还急忙声明坚决反对清盘呈请，并称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应对，希望缓解外界的恐慌情绪。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场震动证券市场的地震依然在金融系统里引起了毁灭性的连锁反应。碧桂园的股价在当日就狂泻了 12.5%， 估值缩水几十亿元。在投资界人士看来，这只是一个开端，后续碧桂园股价还可能面临更大幅度的下跌。毕竟和恒大、万达、嘉源国际相比，碧桂园现在的危机还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更大的噩梦可能正在后头酝酿。嘉源国际去年就是第一个在港交所被强制清盘的房企，当时人们以为这只是个别案例，结果1年后，
阳光城也难逃被迫退市的命运。虽然碧桂园目前声称单一债权人的行为不会对其造成重大影响，但过往案例告诉我们，这可能只是开端。在外界看来，杨惠妍如今面临的困境难以摆脱。毕竟，对于年仅35岁的杨惠妍来说，要擦亮碧桂园这块家族传家宝，恐怕任重而道远。我们不得不承认，杨惠妍在接手碧桂园后，的确对公司做出了一些改变与尝试。比如，他成立了碧桂园创投公司，试图通过投资科技与新经济项目，助力碧桂园完成从传统房企到现代投资公司的转型。这期间，碧桂园创投的表现也确实不错，投资出了比亚迪半导体、紫光展锐、蜂巢能源等多家优质标的，一度被业内视为其他科技类创投公司的模范。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恒大、万达等房企接连暴雷，行业整体陷入熊市之后，碧桂园原有的高负债经营模式也日渐捉襟见肘。杨惠妍不得不放缓公司转型的步伐，将主要精力放在自救上。比如今年初，杨惠妍就带头与公司高管进行了降薪。此后，碧桂园创投在官网上也只发布了2条动态，可见大手笔的投资已经不复存在。目前，杨惠妍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债权人打交道，想方设法保住碧桂园这艘470亿美金巨轮。但公司还是在今年2月迎来了史上最致命的清盘危机。虽然杨惠妍表面上表示不会被单个债权人击垮，但手握重权的他心里肯定已经慌了。毕竟过去积累的庞大债务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而且碧桂园现在手头的现金也难以支持新的还债高峰期来临。其实，在杨国强老一辈房企家族中，从王健林到许家印，无一不是因帝国主义思想付出惨痛代价。他们用巨额债务换来急速扩张，一心想打造千年商业王朝，却在巅峰时期狠狠摔下神坛。如今辉煌不再的恒大与万达都在缩编裁员，权力与荣耀变成了过眼云烟。面对同样困境，杨惠妍该何去何从？是选择和父亲一样保守经营碧桂园房地产主业，还是继续之前转型科技与投融资的抱负？无论选择哪条路，前方的荆棘都会异常密集。如果继续坚持房地产，他必须替代杨国强老一辈，重新建立与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信任，这需要舍弃很多原有的高负债模式，也意味着碧桂园会面临较长时间的增长乏力期。而如果压住科技与新经济，不仅需要挣脱传统思路的羁绊，还要面对来自股市与债权人的双重压力。一旦新经济领域的投资表现不佳，集团仍有可能陷入断崖式的信任危机，届时清盘风波可能会再次重演。所以，对于杨惠妍与碧桂园来说，眼下的抉择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它关乎这家商业帝国的生与死，也关乎这位年轻掌舵人能否真正突破命运的枷锁。尽管碧桂园坚称会采取法律行动应对，但这已是权宜之计。单就建滔集团一家，碧桂园就难以招架，更何况他还背负着高达1000亿美元规模的债务。一旦清盘危机扩散，恐怕碧桂园的基业也难逃一劫。有分析认为，碧桂园的风险暴露要超过恒大，在建项目数远高于后者。这意味着一旦资金链断裂，潜在坏账和违约风险不可估量。而恒大至少有许家印坐牢，缓解了债权人的压力。当下碧桂园能否破局，全看它缓兵之计是否奏效。但从目前股价和市值的跳水来看，投资者们显然不太买账。难道碧桂园真的会重蹈恒大覆辙，成为下一家暴雷房企？让我们拭目以待。